好，随便算算都超过5项。那如果你真的很想买今年 iPhone 16的话，这支影片就一定要看下去。聊苹果今天我们进入第5年拍摄这5大优点、5大缺点的影片。从 iPhone 12拍到现在，不知不觉过了5年，大家也跟我一起老了5岁。那这些影片呢，就是点出一些亮点。那当然产品没有完美的嘛，当然也是有它缺少的地方啊。如果你对比一些其他厂牌一些规格的话，那所以我们也会相对去拍另一支这个缺点的影片哦。那当然你看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你是只想要看优点呢，让自己更想买，还是只要看缺点来劝退自己，还是2支都看，觉得帮助你自己去分析到底要买哪一支比较适合？都希望这样的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那我们直接开始吧。好，那第一个必买理由呢，就是史上最多功能的按钮。对，这是真的推出了，而且它的功能比我们想象还要再更多。那而且是在第一次发表的时候就赋予它超多的功能。那虽然先前大家也是猜测，它应该不会只是一个单一拍照键、快门键，因为既然要花这个钱、花这个成本，多一颗按钮，这个算 iPhone 史上少有，那它一定要赋予它更多的意义存在。那像我们看到，它除了可以拍照啊，它按压感应可以滑动，有不一样开启的功能，不一样的设定。那甚至可以结合 AI 当做场景辨识的相机，在不同的 App 里面啊，你可能在拍摄限动的时候，它可以用那个滑动钮去切换不同的模式，传给不同的群组。然后加上我们现在其实在拍照、在握手机的时候，很常是单手握持，所以我觉得那个点的位置也非常的刚好。现在提出，这个键有可能会结合 AI 功能的时候，有人说，现在不是已经有一个 Power 键当成开启 Siri 啊，或者问 ChatGPT 的这个键，为什么要再多一颗按钮？那我们当时想到是说，可能像 Gemini Live 或是 ChatGPT 这种可以场景辨识的这种情境，它可能会要跟语音助理去拆开来，基本上就很像现在苹果做出一个自己的 Gemini Live 的版本。那目前他们的说法呢，是他们大部分在一开始使用的时候，它上面都是依赖手机上处理器本地的运算，所以你任何的使用者的隐私啊，你要查的东西就不会这样传到网络上给其他第三方的厂商。但是苹果自己本身的 AI， 它功能性上面还是有些限制，说数据库这些啊，或者他们叫联网这些搜寻引擎的这些资料库，苹果毕竟就是没有。那所以呢，它上面也给你2个选择啊。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喜欢的商品，你在按这个键去扫描的时候，你可以 Google 去搜寻这个商品，或你今天在可能写一个数学公式的时候，你就可以按左下角让它去询问 ChatGPT。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任何要结合第三方的应用，你的资料可能会传输出去的情况下，苹果都会再多一道防线，就让你知道说，现在你进入这个状况之前，都是我们第一方可以运算得出来。所以换句话嘛讲，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按钮算是结合了苹果自己的 on-device 的运算，帮你判断这个内容，可能去结合第一方的 App 去开启一些功能啊，做一些行事历的判断。那或是可以连线 Google， 那甚至是询问 ChatGPT。那我觉得应该算是现在唯一一个厂商把3大厂的 AI 功能集结在一个界面里面。苹果刚好夹杂在这个 Google 跟 ChatGPT 之间的巧妙定位，让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那细去讲这个按键功能真的是讲不完，因为目前还只是冰山一角。说轻按是一个功能，重按是一个功能，轻按的时候长压是一个功能，重按的时候长压又是另外一个功能。那可能点一下、点2下都可以开启不同的设定。那在不一样的 App 的时候呢，开发者也可以针对这一点去做不同的功能解放。那这个重点就是开发者也要去愿意去开发这样的系统。但我觉得以苹果系统来讲非常有希望。就像很多人会讲说，这样的按键不是在 Android 的手机上面就已经有非常多年。但其实 Android 有像 Sony 啊、华硕他们可能都有做这样的按钮，但是 Android 的问题是说，它并不是今天做这个按钮是全部的厂商都有，所以今天在只有少数的厂商使用这颗按键的情况下，很多开发者在做 App 的时候不会为这颗钮单独去想一些功能出来，因为可能它使用的受众太少。那在 iPhone 上面很简单，他们只要开发一次，只要未来 iPhone 16之后的所有系列都可以支援这颗按键的功能，那自然它可以支援的应用层面就会更加的广。想象一下5只台湾黑熊堆叠起来的高度，这次呢站在最顶端的那只黑熊正在讲电话，不小心手滑，手机掉了，你觉得它的 iPhone 会摔坏吗？不会，因为它使用了 Casetify 最新推出的 iPhone 16 Ultra 终极防摔手机壳。这款壳呢是 Casetify 创新与防护力的顶规壳，它拥有6层坚固防护，包括 Ultra 弹力保护角，那也有内建镜头的防护 X 型的结构、硬壳背板以及 MagSafe 的齿环。那最引人注目的是边框内的 Tesla 结构，独特的 C 型结构可以分散冲击力，更大大提升防护力。这款手机壳呢不只具备了10倍的军规防摔标准，更通过了高达10公尺，就是大约5只台湾黑熊的高度，260次的多角度防摔测试。所以无论你是极限运动爱好者，或者单纯生活中的粗心手滑，它都可以提供无与伦比的保护。但 Ultra 终极防摔可不仅仅是关于防护，它还会重新定义你的使用习惯，创新的吊饰还有背带挂位设计，对应这次全新设计的弹力保护角开孔，再搭配吊饰啊还有背带上面无限的可能。首先呢，这个 Ultra 终极扣环采用高强度铝制的矩形扣环设计，搭配耐用的尼龙编织带，多元应用。再来 Ultra 终极多功能背带，也是
是采用高强度的铝制扣环和十字加固缝制的耐用尼龙编织带，可以让你自由调整长度，适合各种身形还有场景来使用，还能轻松变成腕带，所以不论你是要斜背或者当成手腕带，都可以让你解放双手，让你在日常或是外出旅游时可以安心携带手机，没有后顾之忧。那另外呢，对于追求日常防护的朋友 ，Casetify 还有提供终极防摔手机壳和强悍防摔手机壳供你选择。终极防摔手机壳呢，提供6.5公尺的防摔保护，采用创新的弹力边角和 Tesla 的专利技术。强悍防摔手机壳呢，则提供2.5公尺的防摔保护，里面搭载的是 EcoShock 专利技术。螺旋的纹路呢，不仅美观，还兼具防护的特性。那当然，全部的手机壳款式呢，也有多样的客制化印花，还有联名设计让你选择。那大家可以随意混搭，不撞壳。那最后我们当然也会提供苹果贴的专属折扣码，那适用于大部分的产品也包括最新的 iPhone 16系列。那这个真的是期间限定的折扣，所以有需要的人赶快去使用咯。好，那必买第二理由就是这个新的拍照模式。私心呢，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功能。那我也会解释为什么很多人肯定会很喜欢。那仿佛手上多了一台富士相机啊。那苹果这次发表这个拍照的风格模式，我觉得除了可以解决应该说很多人先前大诟病这东方人肤色的显现不讨喜之外，像现在有人说嘛，拍照不好看，皮肤偏黄，容易有容貌焦虑的问题。那另外呢，我觉得它增加的就是这个可玩的多元性。那像很多人都在封底片相机或是买那种老的 CCD 相机，那还有富士 X100 很红啊，现在你要加价上万块才买得到新机，那就是因为这台相机出色好看，还有里面有内建很多富士底片的风格档。但有人会说你在上风格档、上滤镜，你任何相机都可以拍完之后再去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这种直出照片就那么好看，就是因为你要享受这个随手拿起来拍即视美照的这种悠闲感。那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类的相机会大卖，那就是 iPhone 上面很多人喜欢用这个 Dashcam 的这个 App， 就我自己也有用。但第三方的 App 在拍摄档案上面，它跟第一方还是会有点差距。那我们在街访时也碰到很多爱拍照的人他们也会提到这一点，不分性别，他们其实都偏好用原生的相机 App 先去拍照，因为他们想要保留最完整的画质之外，他们也觉得原生相机的反应最快，你拿起来随拍就即有。综合起来呢，它可以保留的格式也是最完整方便。那同时在拍照上面的演算法呢，它也是算可以发挥的最淋漓尽致。但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第一方的相机 App 它本来预设的调色不是我们偏好的类型，就会比较麻烦一点。那但第三方有一些专业的 App 更多参数可以去调整，但对一般人来说太麻烦，它就是多了一个步骤。那苹果现在直接把他们第一方的调色模式大大的加强，不只给你更多调色的选项，那每一个选项都有更细项的色域调整。那我觉得在界面上做的超级直觉，你基本上不用去了解很多的参数，你就在上面的图示移去抓到你喜欢的色调就 OK。那看你在拍下的当时想要这样用，或你事后想要去调整其他的照片都可以。那我上手第一个想要调出来一定就是徕卡的色调。那我也期待很多人可能会上网分享很多他们自己调出来的这个小技巧、一些参数。那应该会有一些影片就是我把我的 iPhone 调成富士 X100， 那或是我把我的 iPhone 调成哈苏色调。那我个人觉得这样会解放出超多的可玩性。那我觉得对爱玩相机爱拍照底片机的人就是一大卖点。那第三必买的亮点就是 4K120。那这个私信呢也是我期待很多年的一个功能，但我觉得一般人也会用得到。那以我来说啦，平常在拍摄很多我们工作上的需求都是随手不管拿相机或拿手机来拍，那可以拍摄 4K120，对我们来说在很多产品或是 B-roll 的拍摄都增加很多的便利性。那可能我手比较会抖没有那么稳，你可以用这种 4K120 的方式拍摄完之后把它放慢，看起来就非常的划算。苹果这次给 4K120 也不是一般的慢动作模式，它会记录下整个原始影片的这个现实的播放速率，声音也会记录下来。拍完之后呢，还可以再回到里面去调整不同的参数。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把它放成60帧、30帧、24帧，以不同的放慢速率，你可以事后再去调整。那整个后置的这个界面都会非常简单自然，基本上不用学习，你点一下就会。那这个拍摄格式呢，它也可以拍摄 Dolby Vision， 但是你要拍摄 ProRes RAW 格式的 4K120 影片，你有外接硬碟的话也是办得到。那这我觉得合理，因为这档案量非常非常大理论上不管你事后要转档使用，还是你要做剪辑使用，应该都还是拍摄到外接硬碟比较好用。那如果你不是创作者，你会不会要用到这个 4K120？ 我觉得还是很多用途。比如说你在拍摄小孩的运动比赛，室外公园都很好嘛，拍摄 4K120 很适合。那你事后通常拍摄运动这种快动作的时候，都会想拍摄至少60帧，因为比较可以记录到每一帧的动作。那现在可以进一步拍摄 4K120， 那事后有一些重要的场景，你小孩得分的这些片段，你想要放慢，你可以把分别切割出来储存。那另外我觉得外出旅游的时候也非常的适合，即使只是保留一般家庭的回忆、小孩的回忆、宠物的回忆我觉得你可以穿插在平常拍摄家庭影片当中，有一些使用 4K120 去拍摄，那你事后再回放这个影片放慢的时候，真的会有这个回忆跟时间有被暂停的这种美感。那如果你穿插在一些家庭回忆影片当中，我觉得非常好用。那所以这次支援这个 4K120 的格式，我私心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那第四个必买理由就是加强的散热设计。那这次苹果在发表会上面，他们讲的是全线的 iPhone 16都有增强它的散热设计，而且他们是从
从结构上面就开始提到，不管是里面使用这个有石墨材质的散热片，那或是他们在这个外框他们连接的地方有铝合金连接钛合金，他们帮助热去更好的导到边框。那他们也有说啊，整体手机的这个效能表现也因为这个新设计提升了20%。而这样的设计呢，对于在装置端使用生成式的 AI 或者是玩高端手游来说都至关的重要。那我们先前买的 iPhone 15 Pro 也支援生成式 AI， 那散热怎么办啊？对了，就是让你换新机啦。好啦，那身为这个手上握有火龙果1年的苦主，看到苹果终于改善散热设计，能不开心吗？而且这个是在 iPhone Pro 系列，至少在我印象之中呢，苹果首次去大强调它散热的设计，而且是真的在结构性上面进行改变。那同时也说到这样的设计更改到底实质上会有什么意义？虽然要说我们心中多少会打一点点的折扣，毕竟没有实际上手，因为我们可能测试的环节跟他们不一定一样，或你上手手机可能会有一些良率的差异。那这一次我们也跟去年一样，至少会买个3-4支来凭证，那我们手上可以测试的参数多一点嘛？那到底是不是每一支都有发热问题，我们也可以比较出来。那如果说这次真的不烫，会带来什么好处？其实非常多。第一就是手机整体表现会更好，苹果自己有提到嘛，好的散热设计可以提升效能20%。那去年我们夏天在测试萤幕录影还有同时录影的时候同时在测试的14跟15 Plus 没有热到，所以可以显现这个发热对表现上的影响是非常大。那一般人使用户外旅游拍照拍影片的时候，就不用时常担心它需要降温啊，萤幕又开始变暗。那再来，我现在 iPhone 15 Pro Max 的电池健康度剩下88%，那是我有记忆以来电池健康度掉的最快的一支。那去年14 Pro Max 大家在抱怨这个电池健康度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想说15应该会解决，就更烫，那自然它的电池健康度就掉得更快。那现在散热做好之后呢，理论上它的电池健康度就更能维持下去，同时也会大大影响到我们下个要讲到的续航力。那这个就是第5个必买的理由，就是续航。那在展示中的动画我们也看到这一次的电池呢，他们是用一个全新的设计，有一个金属的外壳去保护它。那特别还在讲到16 Pro Max 的时候，他们影片里面有说这个是史上 Pro Max 里面续航最好的一支。因为我上次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在 iPhone 13 Pro Max 那一次。那我那一年是从一个续航很差的12 Pro Max 换过去，哇，那整个真的是超有感升级，续航好太多。这几年下来，我给 iPhone 13 Pro Max 也是非常高的评价，稳定性、续航好。那这次过了3年之后呢，苹果又给出新的一个机型这样的称赞，那让我觉得是很值得期待。那虽然说他们称赞自己的产品老王卖瓜，但是续航这个部分，如果他们在行销语言要标示出这样的用语，我相信他可能会有相对的法律责任。就像当年14 Plus 他们说是续航最好的 iPhone， 还真的是猛。那我们先前有爆料过这个每一台这个电池容量的这个数据，但现在看起来这4支摆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先前4支里面讲到就是说16 Plus 的电池是唯一有缩小的。那我们看这次16 Plus 对比16 Pro Max， 它的电池续航是有一个明显的差距，但是对比上一代还是进步的。那我对这个看法呢，就是应该大致上可以认定说这次16 Pro Max 的续航真的是会非常好。那5个优点讲完之后，当然还是有很多更新的地方啊，我们这边有一些候补名单。那首先这个 AI 功能，那我们在缺点影片里面也会再讲到这一点，因为如果你是英文语系啊，住美国的人，那 Apple 它是美国的公司，那美国和西方英文语系也是他们目前最大的市场。那当然硬要去讲，我觉得英文语言结构也没有像中文那么复杂。那以上种种原因都可以显示说 AI 在英文的可用性也不只是苹果啦，它一定远远超越中文市场。任何更新啊，任何好用的改变，一定都是从英语系的国家开始。所以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我还是要说，我觉得它整合度真的是非常好。那我们先排除它所有这些功能是不是每一样都可以使用的那么精准、这么好用之外，至少它在把这些所有功能整合在一个界面的时候，让人对 AI 的学习曲线变得很低。你基本上可能不太要去思考它是不是 AI 就可以应用到它。那这个是我使用 iOS 8到目前的体悟。那当然，以上我使用的也都是英文的版本，所以如果我要说 AI 是一个值得购买理由的话，它还是会有很多但书在里面。那就是现阶段你要用英文，而且我觉得在未来的1-2年内它英文版它所有发布的这些功能啊，还有它实际上的可用性也会超越中文版非常多。那这一点到底我很难说未来中文有没有机会追平，因为这个干涉到这个市场比重，还有这个公司本身它出发点在哪。那即使我们大家想一个最完美的情况，就是中国也完全开发 Apple AI 的应用啊 ，ChatGPT 啊 ，Google 什么整合都可以完全应用在里面，那让这些主流的 AI 工具都有在中国这个语系里面有非常大的数据量。那对我们台湾用户而言，其实在中国的这个语法很多实际上面的使用也跟我们不太一样。那台湾市场小，我也很难看到苹果到底会为了台湾这个市场去做更多的优化。那这就是为什么了，讲到 AI 就是一则喜一则忧啊。你住美国，你是美国人讲英文，这个就是优点，因为你很快就可以拿到这些新功能。那像我们住台湾啊，主要使用的是中文的话，我觉得就要再观望。那这个我们在缺点里面会再讲多一点。那其他还是有很多像是相机里面的升级啊 ，iPhone 16现在增加这个超广角镜头，终于可以微距，终于可以对焦。那这个
在很多竞拍上面会更加实用。但是其实在 iPhone 15数字系列上面，他们的主镜头可以做这2倍裁接，对很多竞拍扫 QR Code 的时候就蛮有用。那再加上还有16 Pro 系列上面这超广角升级到4800万画素，那以苹果现在目前展现出来这个是拍照来讲，看起来真的是还不错，不会像以前的超广角有那么多在边角，很快就看到一个崩坏感，或者它的画质没那么好。但这部分我们还是要实际来测试看看，因为苹果它拍摄的这个样张力是在他们最能掌控的情况下。那下一点呢就是 WiFi 7，哇，苹果这次佛心啊，在全线的 iPhone 16都给上了 WiFi 7。那这个没有在5大项目里面，因为说真的，连我自己的不管是工作室或家里的设备都还没有升级到 WiFi 7。那即使我们工作室目前用的网速来说，也已经非常够我们使用，目前也还没有欲望升级到更高的网速。那电脑都是走10G 的线，那手机也没有要什么高速的传输，但还是值得提到一下，就是如果有需求的人，这一次全线都是 WiFi 7。那再一定有人会问说，怎么没有提到 A18、A18 Pro？ 那去年呢的影片我把 A17 Pro 放在候补名单，就是因为前一年的 A16有点翻车嘛，但没有想到 A17 Pro 还是翻车了，这个我可能有点迷信。那我这次就连处理器在候补名单都不放，我就都不要提到 A18， 少讲一点 A18 就不会带赛。那如果我都不讲到 A18， 今年就不会翻车的话，那我可以一次 A18 都不要提。刚刚讲的好多次 A18， 好了，我没有迷信了，但重点就是实际上怎样，我们到时候实际上再来讨论吧。好了，那我这影片后面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你们必买的理由是什么？还是你们就宁可看5大缺点，劝退你们？那我发现很多人看不到5大优点的影片，就是说，你都只讲缺点，那也很现实的，优点影片流量一直都比缺点差。那即使我都把最好的档期先保留给这个优点，让它先上片，那是演算法不推呢，还是这个负面的标题就比较受到关爱？大家可以打破这个循环，多多分享这支影片哦。OK， 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我是 Billy， 我们下次见，拜。